中国的第4代隐身舰载战斗机 FC-31的改进型会登上辽宁舰和山东舰吗？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从目前辽宁舰和山东舰的舰载机部队情况看，这2支舰载机的部队呢，均使用的是歼15型舰载战斗机。从该机的设计定型到现在，也经过了一定的设计改进和技术提升，但是它的技术提升的幅度似乎呢，没有空军版的歼11BG 和歼16这么高。它的总体性能大致和美国的 FA-18舰载战斗机呢差不太多，某些方面可能更强一点，某些方面呢要弱一点，但综合起来看，它大致相当于世界目前第3代战斗机的水平。那么从最近的几年的发展情况看，舰载战斗机已经开始进入隐身时代了，其典型代表有 F-35B 和 F-35C。F-35C 呢是常规的弹射起飞拦阻着舰的舰载战斗机，而 35B 是具备垂直短距起降能力的隐身舰载战斗机。那么它们的列装可以说把海军航母作战飞行器的综合性能提升了一大块。为此呢，我们国家也在积极的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隐身舰载战斗机，那也就是 FC-31的改进型。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辽宁舰和山东舰他们都采用的是滑跃起飞的方式，而有消息称呢 FC-31很可能采用弹射起飞的方式离舰升空。那么 FC-31研发成功之后，它是作为我们后续的具有弹射能力的新一代航母的主力战机使用呢，还是能够登上辽宁舰、山东舰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升空作战呢？这个呢是很多网友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我们知道辽宁舰、山东舰它们是属于中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这2艘航母呢都配有滑跃甲板。舰载机，特别是舰载战斗机，无论是采用滑跃的方式还是采用弹射的方式，回收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2者最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是滑跃起飞，一个是弹射起飞。那么滑跃起飞和弹射起飞有没有共通之处？能不能互用？一般来讲，它们最大的区别就在前起落架上，因为前起落架承担着滑跃起飞或者弹射起飞的主要受力点这么一个作用。而如果你改成滑跃起飞，前起落架的受力呢也要比普通的岸基飞机要大，但是它受的更多的是支反力所造成的这个冲击。因为舰载机水平滑跑到上翘甲板的时候，前起落架会猛然的受到一个向上的支反力，那么这个力要传递在机身上，最终呢要在这个位置呢增加结构强度做一些特别的处理。那么滑跃起飞和弹射起飞，飞行员的操纵方式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2者呢有共同的地方，就是起飞前飞机的各个舵面，包括升降舵都要预偏到一定角度。起飞过程中纵向操纵可以说无论是弹射起飞还是滑跃起飞，基本上不做调整。而相对而言，弹射起飞的操纵动作更少一点，因为你稳住杆就完了。弹射器把你弹出甲板之后，你才开始做相应的操纵动作。滑跃起飞也是类似，在滑跃的过程中，飞行员的各个杆舵的位置基本不变，只是要调整飞机能否准确地沿着黄色的虚线滑行就行了。因此在操纵上2者差不太多。那么如果未来我们有了更先进的航空母舰，那么辽宁舰或者是山东舰是否会转型为专用的训练舰，也就是把它们变成海上航校呢？这个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是舰载机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特别是前起落架。当然操纵方式，尤其是弹射起飞和滑跃起飞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是这个差别我个人看法并不是很大。因此如果今后把
相对老旧的辽宁舰作为训练航母来使用，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从而呢为我们舰载航空兵飞行员的培养奠定一个海上的平台。美国过去长期有专用的训练航母，但是非常老旧，都是二战期间是吧？所使用的一些主力航母，一直服役到本世纪70、80年代，它的寿命达到了60年。那么再用这些老航母用于培训飞行学员，我想辽宁舰要更新一点，用它们来培训我们的舰载航空兵的飞行员，应该说有可能是未来的一个选择。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